修车修到15年前的缘分。这台奥迪 A4 呢，是原来我在杭州滨江奥迪 4S 店当服务顾问时候的老客户。那个时候烧机油烧的连他妈都不认识，我已经向厂家申请给他索赔更换发动机。但是呢，这个车当时挺贵的，车主觉得换个发动机可能就掉价，不值钱了，当时就忍着没换。其实呢，就算当时给他换了，也不能保证不烧机油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吃透了这款发动机的各个问题，一次性给他解决的问题，绝对不烧机油。另外呢，这个车已经在萧山当地操过一遍了，操完以后接着烧机油，看来不行，还得轮到我来。这个车还在我们公司买了啊，是我原老单位买的车子，缘分呐，这是缘分呐。咱们今天来杭州萧山拿一个车啊，发动机烧机油，奥迪 A4，没想到原来还是我滨江在奥迪4S店时候的老客户啊。当年因为烧机油还跟我拍过桌子，差点给他索赔发动机，后来他没换，现在烧的实在受不了了，今天就把他车拿过来给他修好。咱们从萧山下啊，因为我在滨江原来上班，萧山跟滨江也很近，就隔了一条江陵路，在人家那个大院里面啊。这萧山居然还有这种有院子的地方，难得难得难得。我这个兄弟是做摩托车的啊，相当 OK 的。你们杭州玩摩托车的找他啊，找不到他你们找我，我帮你找他，老帅了。实表公里数啊，145000多，开的少。车辆名牌就是车辆身份证，这个负压就不用测了，它完全没有负压，它这个地方就是一坨铝的东西，它完全没有旋风分离了。车主说把这些东西给它拆掉。漏气啊，混合气过稀，这个要检查一下哪里漏。这两个呢不用管，这个是偶发的那个通讯故障，然后两个传感器不要忘记换，两个轮速传感器跟大众车一样啊，这个都通病。准备开整，走你，还走不了，走你。放好啊，到时候别油漆磕掉啊，同志们。这个大灯螺丝都没了，大灯螺丝少几个给我数一下。大灯插头哦也被人抠坏了，你还不是一样？天地良心啊，这水箱轻轻一碰就断了啊，老化掉了啊，没办法，我本身里面也该换了，也有水垢啊。来下前围框架，这就很明显了啊，已经被操过一遍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漏油不漏水，它因为被操过的时间比较短，大概是1年多吧。然后这一次咱们属于2进攻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啊，你看这个螺丝，这个应该是宝马上面的螺丝吧？他拿过来给奥迪用，是打算给这个奥迪提升档次。然后呢，这个下水管漏水啊，下水管这个得换。节气门固定到进气歧管上的螺丝孔啊，都划掉了，看到没有？连那个塑料丝都带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线束支架直接是扎的，是吧？你要不就给它换一个，东西不贵是吧？为什么会爆混合气过稀啊？看到没有？这地方是断的，这不是我们搞断的啊，这老八啊，不是新八啊。啊，还有纹都没有了，螺纹都没了是吧？进气歧管上面的所有这个螺丝孔全部要相套，你这个螺丝拧不紧，它也会漏气的呀。然后呢，2根暖风水管，这不用说了啊，明摆着就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们是换监工啊，那你给我修好这暖风水管，我2倍价格给你买。10款的喷油嘴啊，它是有缺陷的啊，很容易击穿，很容易坏。个人建议呢，换成那种13款之后它改过的那批喷油嘴。哎呀，来用力！上次哪个大哥紧的老紧了搞的，怕掉出来是吧？你看这个水垢，对吧？防冻液估计也没用什么太好的防冻液，之前怎么样？这里哦，好，拉这个逼样了，换了。我其他都不怕，我就怕这个轴头拉伤，已经拉伤了，到时候撸一下啊。哇，这个胶水这么粘，那说明上一家用的胶水还是挺好的。这个链条呢，上一次车主他已经改过了啊，已经改成改进版的了，但是车主告诉我说他没有用原厂的，心里一直有遗憾。看一下是不是原厂的啊？好像是品牌的。我不是说对品牌件有意见啊，但是车主说一定要给他换成原厂件。这个水泵不是刚换过的吗？它不是原厂的啊，不是原厂的，已经漏了，大概用了1年多吧。他说大学1年多之前换的。等一下发动机机脚看一下好不好？不好了。你看都没看就知道不好啦。你别说啊，谁拧那么紧，死活出不来，是吧？我们给它加大一下，地搞出来了，下次不要拧那么紧。我去，这么多螺丝飞了啊！这还有飞的，你别吓唬我哎！我去，那是不是上次搞太紧了？总共多少个螺丝？数一下，我楼上不知道够不够哎。不用看，那个网友们都能自己脑补了。反过来看一下，拉的厉不厉害？有点拉伤了啊。那算了吧，总不能说把缸盖换了对吧？放好啊，坤哥。好的。钢珠别弹出来啊。如果钢珠弹出来的话，就拿你的蛋蛋拿去塞钢珠啊。这个排气的摇臂啊，最好给它换掉，换成3代的摇臂，2代的摇臂有可能里面的滚子会碎掉。
这个涡轮下来以后啊，注意啊，看一下它那个芯子里面有没有油泥啊，有没有水垢。如果有油泥有水垢，有条件的话就换涡轮总成，没条件的话那就换个机芯。卡子也没装，看到没有？到时候给它放个卡子上去，他说加速的时候有咔咔咔声音。这个缸盖螺丝要不要换掉？上次已经被人套过一遍了。你说套过一次，用第二次没问题，这已经是2次了，大哥。去，牛逼！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反个面，我要看屁面。翻过来，看一下啊，水垢还是蛮多的啊。那为什么水垢会那么多呢？对的，它上面打过胶水的呗，上次那个缸盖看到没有？打的是那种黑胶哎，不是那个樱桃胶，是那个黑胶哎。你这个插头这样插的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包裹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这个线已经烂在根子上了，看到没有？万一大佬的话，那就数据不准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进气歧管那个位置传感器的插头。这个油封啊，上次换的是这种金边的油封啊，原厂出来的是银边的，那金边的就表示已经换过油封了。行，这油底壳如果好的话就不要换了，给它省点钱。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黑的啊，还是有点黑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气门导管好不好呢？我们可以从气门杆子上看出端倪啊。你看这种火焰往上延伸的，那肯定是气门导管不好的。等一下我们再摇一下，看一下间隙大不大啊？像这种火焰看到没有？这个油封有啥稀奇的呀？颜色不对啊，颜色不对是吧？黑木耳是不是？又发现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4缸活塞，哎呀，拉成这个逼样了，这个曲轴可能到时候打磨一下哦。看一下啊，这个气门导管的框量大不大？这个就不用测试了，不需要测试了，这已经有这么大框量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了，肉眼都看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个气门导管一定要换。你如果不换这个气门导管，你换气门油封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来看排气的啊，排气的呢，按照我的标准，这个肯定不能接受，对吧？所以还是给它换掉气门导管啊。好了，这个瓦不行了，对吧？拉掉了，对吧？那么请毛哥分析一下，这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？啊，来分析一下，分析一下。机有问题啊，机有问题啊？用的88、99不可能，车主很爱车的，这道有点狠是吧？啊，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转过来转。啊，这个对口是没对口啊，但这个活塞就没用了，上次有没有换都不知道。上次不知道他有没有换，拉掉了啊。来第二缸，来喽，来，牛逼！来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对口是没对口啊。活塞拉了，拉掉了啊。哎，它活塞环有没有改进过？上次大修过。没有，没改进，还是原来的一体式活塞一体啊。来第三缸，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一镜到底啊，一镜到底，同志们，差不多对口了啊。回来，相差不到30度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你洗什么免材质里都是没用的。来第4缸，用力，再来，好。啊，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对口是没对口啊，但这个涂层已经拉掉了啊。对的，像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没拉掉，它这个涂层磨掉超过1/3，它也得换活塞。这个发动机机脚啊，已经塌到底了，看到没有？都已经开裂了。那你说换不换？如果你说不换，那怎么办？怎么修？能不能修？我们是不是换监工？这个涡轮机芯怎么样？有点晃动了，晃动量有点大是吧？对的，等一下把那个油管螺丝拆掉，看一下里面油泥多不多，然后水垢多不多。如果多的话，直接换掉。这个涡轮机芯里面看到没有？都是水垢啊。然后这边呢，油道里面的都是油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换涡轮总成还是换涡轮机芯？新师傅全部交给你，16根全换掉，甭管好不好，全换啊。然后试一下，不要有那种卡住的感觉啊。好，拉走，让金师傅帮我去外加工啊。我们绝对相信金师傅，没问题。你看这气门还能用的，牛逼啊！修车这么多年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气门啊？啊，你说这车不烧机油才怪呢！你上次修的啥？你告诉我。打方向咯噔咯噔啊，就这个东西坏了，直接换一根柱子，它单个万向节是没有单独提供的。这个地方有磕过啊，这地方有磕过，拆下来就这样。我刚开始洗啊，不是我干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滤网有点脏，能换就换掉啊，不想换就洗干净。我们这边有那个电车的那个电工操作证的啊，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也修电车，也换模组啊，这个就是遥遥领先啊，断崖式遥遥领先，清场式遥遥领先，遥遥领先，这就是遥遥领先啊，同志们，哎呀，你让我怎么说好呢？哎，这个是3元里的吧？你别撬着把它撬着了，大哥啊，别把房子给我点了。有没有买保险啊？哦操，终于拿出来了。想靠这种东西也要领先，想靠这种东西弯道超车，怎么可能呢？踏踏实实的把基础工业做好，重新把重点回到燃油车上来，这才是王道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是要等2个来，还是这2个人来，1个人不够啊。1、2，总共换3个模组啊，3个模组变形了。好了，第3个。
1号模组、5号模组、9号模组啊，3个模组换掉。断崖式啊，156，156，断崖式遥遥领先啊。13.7、0.2差无所谓。再看一下这个13.7可以了。这个气门导管啊，换了也得配间隙，很麻烦。16根全部都换成硅锰铜的导管，就是天然汽车在用的导管。洗完送回来了啊，锃亮，非常哇塞。这缸盖上的螺纹啊，全部都修复了啊，整个所有螺纹都修过，没有一个是好的。气门呢全部换新的啊，3合的气门呢是大众、奥迪它御用配套商之一啊。另外还有一家是海铃的，好像上汽大众呢是3合的多，17大众呢是海铃的多。用进口的进气门弹簧，这个弹簧呢是 A6L 2.4用的啊，这是进口的。这国产的弹簧呢，进气的容易断，排气的没毛病，不用换。进口爱尔灵的气门油封，我们坤哥正在安装气门弹簧。坤哥有女朋友没有？有，胡说八道。很多人说我这个是摆拍的啊，气门弹簧进气门的5个点全新的啊，必须换掉。到时候万一断了，你开个20-30万公里它断了，它再怨我，对不对？给涡轮换一个机芯，我们用的呢是那个锻造机芯啊。那很多黑子在喷我说这个机芯啊有没有那个什么动平衡有没有做过？那每一个机芯呢都是做过动平衡的，它都有那个合格证啊，当时的那个曲线都有截图。这个石川岛的啊，这个地方是用胶水浇的。不过环了的话呢，这里用的是那个密封圈，漏不漏油你们自己看啊，漏不漏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新的机芯呢，它不是石川岛做的啊，不过环了也好，石川岛也好，它不提供单独的机芯，这个是外面做的，但是质量也是很不错的。这个是锻造机芯，特地买贵的啊，普通的机芯的话200-300块钱一个，锻造机芯就得600-700块钱。涡轮呢上次修复好了啊，到时候卡着来了把卡子卡上去。那像这种车子的话呢，涡轮你只要机油好，防冻液好，用个20-30万公里问题都不大。这台车呢，就是因为防冻液跟机油曾经用的没那么好，所以说心是废了。然后测试一下这个阀门啊，灵不灵活，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。看到这种插头呢，坏掉的都给它换掉啊，修都修了，我们要力求完美。我来，水温传感器插头，位置传感器插头，这么换才对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大灯插头呢，不是在我们的发动机业务范畴内啊，但是发现了也给你搞掉。现在换这个机脚轻轻松松，对不对？那发动机都不在里面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发动机上去了再想换，那就要你半条命了。变速箱滤芯有条件的就把它换掉，在哪个位置呢？在变速箱上面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洞。你现在发动机拿掉了，从这个洞里面去挖是最好挖的。然后呢，你换的时候你换个马勒的就可以了啊，马勒的，换个马勒的就足够了。你原厂的太贵了，放吧。完以后发现这么深的印子，我去，用砂纸撸都撸不掉，怎么办？弹钢呗。这没办法啊，只能弹钢。我也不想弹，那确实拉掉了，不弹也得弹。机油喷嘴啊，有条件的话就把它换掉啊。很多车机油红灯亮泄压都是这个东西坏了引起的。机油喷嘴啊，30牛米，很简单，用原厂的大瓦。那很多车友问啊，原来都是按颜色分的，那为什么现在不讲究了呢？不是不讲究了，维修手册说了，售后一律提供黄色，也就是黄色是标准码。你红色、蓝色如果有条件的当然是分最好，但是现在一律提供黄色，维修手册上有说明的。我看清楚啊，这个轴瓦作为配件时仅提供带有黄色标记的。也就是说，售后一律提供黄色啊，黑子们不要犟嘴啊。原厂止推片啊，2片都给它换掉，旧的呢看着也还行，那不如给它直接换新的。10根大瓦螺丝全部都换掉啊！为什么这么奢侈呢？因为这个已经是第3遍了，是吧？新车出厂操一遍，上一次操一遍，我这里是第3次了，这10根就不要了啊，强度肯定是达不到了。60牛米加90度，这个我就不说了啊，你们自个儿玩。很多人问我啊，你90度怎么知道90度？那我们家直尺画过线的呀，对不对？这个跟看风水一样，有楼盘的，不是你说挖这个洞就是龙脉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平衡轴插入那么丝滑，除了冰镇这一招以外，后面还撸一撸啊，拿个沙皮卷一卷，撸一撸，把后面那个轴套上面洗过那个铁锈氧化物把它撸掉，要丝滑的插入啊，不能硬干进去。牛逼！轻松插入啊，同志们，轻松插入。不轻松哎，兄弟！动物没找到了。好，轻松插入，到底啊，一定要插到底啊！保证到底啊！碳罐电子阀呢，不要吝啬啊，直接换新的，旧的那个了，旧的那个拆也不好了，已经断成2节了，本身这管子也不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支架换了一个加强版的加厚的，这个这么薄，这个这么厚。这种节气门的这个原来是自贡螺丝的，它丝滑掉以后怎么办呢？施工啊，镶螺纹套，螺丝给它换掉，换成那种原厂的铁螺丝 M6的那种。像这种铁丝套，螺丝换一种啊，好了。
第二个欧了。两个后轮的轮速传感器包故障，直接换掉啊！这是大众奥迪的通病，位置呢就在这个位置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。准备装活塞，原车是细销白销的活塞，我们给它换成黑销粗销的3代11888的活塞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动力更好，油耗更省。我们用的是日本理研的活塞环，日本车呢全系不管是本田、丰田、尼桑都是理研代工的，德系车呢大部分是科尔本代工的。那为什么我要用理研的呢？我个人感觉理研的更丝滑，寿命更长，感觉更爽。使用改进的活塞和活塞环啊，82.420 3代的小活塞非常省油。气环呢是等离子喷头的气环，油环是氮化处理的油环，万无一失啊。据说现在有一种完全密封的活塞环，下次有机会试试。哎呀，毛哥又用手，哎呀，毛哥你好粗暴啊，用手直接，哎呀我去。使用带涂层的小瓦哦，小瓦跟 1.8T 一样，大家都可以用3代带涂层的，但是2代的 2.0T 呢，它这个轴比较粗，所以大瓦没有带涂层的。10牛米加90度啊。1.8T 是1.8T 是30牛米加90度，那如果都是旧螺丝呢，你也用30牛米加90度。这胡师傅，这胶线好不好看就看你了啊！打出原厂的感觉来啊！位置压得好，胶线就好看。来，嘣一声，嘣，这个皮垫子啊，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给它换掉，不然的话哗哗的窜气。来吧，毛哥。油板装好以后呢，记住啊，这个阀要检查一下，有些是油泥很多的，里面都糊死的，把这个阀也给它换掉。这个阀呢是反向挡住曲轴箱串气的，油底壳咱就不换喽，替兄弟省点钱。有条件的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密封圈给我换掉。这个一定要涂专用螺纹胶啊！那为什么要涂专用螺纹胶呢？之前那个车拆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油乎乎的一片，就是因为这里没有涂螺纹胶，油气从曲轴箱里面窜出来了。你看这个涡轮这样，是不是漏油漏成这德行？下面都是油。咔一声，哦了，有咔咔咔的声音啊，加上这个之后会有所缓解。哎，这种裸露的线都要给它包上去啊，不能当做视而不见，对吧？不然到时候这个线烫断了或者烂断了，完了车都不会走了。1.7的这种原厂气缸床啊，但是这台车呢，我要给它涂鹰头胶。那为什么要涂呢？因为一般的车子我是不涂的，那这台车为什么非涂不可呢？缸盖螺丝10根都换掉啊，那为什么要换呢？因为这个已经是第3遍去套它了，出厂1遍，上次修1遍，那我是第3遍。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必须要给它打鹰头胶啊，因为它原来那个防冻液用的不咋地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都有腐蚀的码点，打点胶晚上睡得安心。上缸盖，正常情况下我是不打胶的啊，这个是特殊情况。60牛米加90度，坤哥整完了就下班。这设计师是什么意思啊？刻个这个东西在这里面骂我们呢？啊，骂我们是不是啊？你看这里也有。这个副厂水泵呢，咱们就不用了啊，给它换成原厂的水泵。这个是国产的原厂水泵。很多人问为什么3片叶子的没有了，进不来，没办法。这个水温传感器呢，本来不想换了，但是它这个卡子没了啊，这个地方插头扣不上了，这个地方应该有个自锁的扣子，送一个给他吧。这个喷油嘴直接用博士的，那为什么要给它换喷油嘴呢？这批09年、10年的车子，它那个原车的喷油嘴很容易缺缸，很容易失火。第一批的喷油嘴是有问题的，那为了以防万一啊，直接把喷油嘴给它换掉。因为这个喷油嘴也很便宜，888的喷油嘴，你下次如果要换，擦一遍的工时费比喷油嘴更贵。这涡轮啊，终于上去了啊，好好保养。这个机芯呢，开个5年10年都没问题。如果说你机油用的一塌糊涂，防冻液一塌糊涂，那又得换。这几个喷油嘴的支架呀都碎了，那我们给它换4个，算了，送他，都老朋友。这个是旧的喷油嘴啊，你看这里面全是胶质，所以说很容易缺缸失火。一般10几20万公里的车，大修的时候建议把喷油嘴换掉。机油散热器呢，它其实就是个铝疙瘩。没怎么奥妙的，不需要用原厂，用个比较好的国产品牌就好了。原厂纯的300多400块钱一个，你这个国产品牌的200来块钱的已经很好了，对不对？水泵全新的机油散热器，绝对妥妥的，一冷到底，对吧？烧机油跟机油温度其实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所以在这里烧机油的时候，不是单纯的活塞环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。像这种密封圈啊，我们大修的时候都是给人家换掉的啊，而且我们单子上都不打上去的，就没算钱，就算了，朋友嘛，上。机油主阀密封圈啊，一次性换掉，到时候机油红灯会亮。机油齿套上面打胶的也是人才啊，胶给它刮干净，密封圈给它换掉。这个摇臂呢，咱把排气的摇臂都换掉啊。那这个摇臂为什么要换？是什么原因导致要换？它原车并没有坏啊。这个排气的摇臂呢，它特别窄一点的，因为它原车带这个 ABS 滑套，所以它设计的特别窄一点。2代的摇臂呢，这个是旧的2代的排气摇臂，它里面这个滚珠啊比较单薄。那这个车主呢又喜欢暴力驾驶，很容易把这个滚珠啊搞坏掉，所以呢给它换成这种3代的排气摇臂。3代的排气摇臂呢是强化过的，如果是一般的车主呢，我就不给它换了，
但这个车主开车比较猛，所以我不放心，还是给它换掉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长期的漏气啊，旧的那张垫子呢，撕掉了是吧？丢了，这个垫子已经都扁掉了，而且上面还有缺口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它换一张这个进气歧管垫啊，家里刚好有一张多的，送了。安装进气歧管，你先把这个支架装掉呀，对不对？现在插上去是要装，拧起来螺丝比较别扭啊。进气的摇臂有坏掉了，看到没有？磨成这个逼样了，换掉，全部仔细检查一遍，不好的就换掉。这两个摇臂不好啊，那就扔掉了。友情赞助2个。这根拖轮轴不能用了，坤哥，来转过来。不是说它有点麻麻赖赖的，这个陶尖都已经磨钝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陶尖是尖的，这个已经钝掉了，就这个山峰已经被削掉了，配气下面会有问题啊。我回到永康店给他来找旧件啊，大老远开100多公里，我来永康店里面拿几个拆车的给他啊，好兄弟的车友情赞助了，摇臂跟这个拖轮轴啊。我说对不对？这个轴我进口途观上挖下来了，这根轴是，车主说有点磨损要换，但其实运用是好用的啊，送给他了，这个还是进口的嘞。摇臂顶筒友情赞助给他了，还好我仔细一点啊，你要是这样给我装上去嘛，好了，到时候出问题了。OK。上次轴放去。对，这根轴就友情赞助他了啊。打胶要打漂亮啊，要打出原厂的胶线啊，坤哥。必须的啊，打不好的话，姑娘就不给你介绍了，宵夜也不请你吃了。上盖儿。beautiful。这气门室盖螺丝22颗啊，没有一颗是好的，之前不知道谁拧的，拧出来全划了。我买了一包回来，这个螺丝呢是原厂螺丝啊，不是五金店买的那种杂牌螺丝，5、6块钱一颗呢。22颗，算了，都是好兄弟，送了吧。气门室盖螺丝15牛米啊，不要打什么8牛米、90度了，直接15牛米，相信我不会错的。徒手推入哦，要温柔啊，粗暴的人是不配拥有女朋友的。全套3弹 EA888链条，绝对是原装的啊，之前那个不是原装的，车主要求一定要换掉。看到没有？大众奥迪标，3位4通拔，27牛米，打30都不要紧啊。那并不是说坏掉了啊，它只是漏油了，击穿了。火花塞直接就用大众原装的就可以了，不要去用什么双1金、双铂金，没必要的啊。折腾这个折腾那个，原装的就是最稳定的。请问坤哥，火花塞拧紧力矩是多少？300。吓唬我吧30斤。这里还有一个支架啊，固定这个水管用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个水管到处乱晃，这个支架一定要注意啊，同志们。压力传感器上中下来2个都换掉啊，很容易击穿的。来，皮带全套换新，再战10万公里。使用改进的废气阀，这个是兄弟有专利的废气阀，内置造型机构，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，双重分离，双重保障，上去吧。原车那个 GTS 的呢，车主说把它换掉，不要了。然后呢，因为螺丝之前被他都扔光了，所以这个螺丝我途观店买的啊，10颗原厂螺丝。这个电磁阀呢，这个 ABS 电磁阀、密封圈全部都给它换掉啊，阀还好没漏，那就算了，不换了。原厂的200多一颗呢，进价啊，这进价。空气滤芯太脏了，给它换一张新的，旧的呢丢了。这变速箱油啊，说脏也不是很脏，但车主坚持要换啊，这是好习惯。6万公里更换变速箱，它不容易坏。机油可以换个牌子，但是变速箱油呢，专车专用的，最好不要乱搞啊，万一把变速箱搞坏了，你还得赔。这款变速箱总共加6升啊，你为什么我知道是6升？没有为什么，我天天加，几百台加了，我还不知道。6升一口气加完啊，然后有几颗螺丝一堵就完事儿了。哥，单身30年的手术，加油啊！一阳指，一指残。来，手术要快啊，手术要快！单身的男人们，1、2、3，接上。好。原车这个水箱呢，里面有很多水垢啊，最好是给它换掉，影响散热。那烧机油呢，跟发动机温度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。那我们给它换的这个水箱是什么的呢？是负奥的，就是17大众、上汽大众、17奥迪原厂配套的水箱。上前围框架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水箱是新的，冷凝器拆下来洗过。使用德联的防冻液，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我们都用啊。奥迪出厂防冻液配套商之一就是德联。这颗螺丝我订过来了，在这儿之前没装，赶紧给它装上去吧。这颗也是订过来新的呀。这个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，德联的0W40，原厂机油配套商之一德联，但是原厂配的呢是5W40，不是最高规格的。那这一款呢是德联里面比给奥迪配套的更高一个规格0W40的。Come on， 浓烟滚滚，发动机声音啊相当的舒服啊，就是这个排气管它改过了，咕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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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呢，我们用的是本土的优秀产品啊，我们修车不会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要用都是用好的。来吧，
上好保险杠，终于下了车了啊！来，拿下来。这个转向柱为什么要换啊？打方向咯噔咯噔的响，这个没办法。你们不要说我要挣他钱啊，懂行的都知道，原厂的大概1600、700块钱的进价一根。这个呢，我捡了个漏，几百块钱给他拿下，我又不挣他钱，就帮他解决问题啊。来转一下，那个也转一下，这个转不动。对，间隙就是这么来的啊，咯噔咯噔咯噔这个响声。来一脚，来飞一下，走你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，发动机非常的清脆，一点杂音都没有。这样修车的发动机才是好发动机。当然了，发动机要修得好，除了水平要好，配件也要用得好。你要问这个车修了多少钱？2W出头啊！要再便宜我也没法修。那有人说这个车卖也不值钱，卖是卖，修是修，这是两回事情。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。像这个发动机里面打开，下面都是油泥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机油不要再去用了，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。做到这些之后呢，你的车将会远离烧机油。好了，这一期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，修烧机油不迷路，完美交车。